大家好，我是一白，我們又見面了。按照慣例，先邀請您欣賞一下我收藏的一些小聖物。今天的主角是一尊瓦帕小娃娃，不知道有沒有了解的朋友。這尊其實品相，你要從完整度倒還有。你要是從特別精美、特別符合现代審美的，它還並不太符合。但是我被它迷上的原因，就如你所看到的，它上面鼓起來的那些小東西。大家猜猜这是什麼呢？我超喜歡這尊，非常小巧 mini。這個是松德多的師傅，阿贊多的師傅，也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瓦拉康邦昆蓬啊，還有這個後期的這個其他的一些非常知名的重笛的啊，這個算是不能說是創始人吧，因為創始這個意思就好像有點刻意了。這是桑格拉蘇蓋特加持的一期。今天想跟大家聊一點交心的東西，其實每一期都是交心。我在一開始接觸佛牌的時候，其實就是非常迷信，我就是期盼着某一尊牌能給我帶來好的生活，讓它突然如何。但是我跟大家講啊，這裡邊有一些神奇的東西，就是它真的起作用了。你看，有人說你又開始迷信了，不是。它是讓我的身體產生了真實的變化，你知道嗎？就是身體效能真的變了。當然了，這裡邊有神經學啊，包括還有這個心理學的一些東西。但是你不可否認，不管是什麼學，他們都是在解釋這套機制。而這套機制為什麼起作用？為什麼？就是說有一句話，咱們華語嘛，有一句話叫看山是山，看山不是山，看山還是山。那到底是不是山呢？繞口令，一重境界，二重境界，三重境界。所以就為什麼达克效應嘛，知道的越多就越无知。有的時候你看那些說話非常篤定，然後因為我曾经也是那樣的人嘛，就是无知。包括那些帶貨主播，就是他們哐賣，我能從他們的身影，就是從他們的言行舉止看見我曾經的自己，那就是一種無比的堅定。但是你說從我看來那是年輕的自己。我以前呢，大家可能看我比較小啊，但是我快40了。因為当你知道了一些東西以後，你就回不去了，真的回不去了。所以为什麼咱們華語有一句古話嘛，叫難得糊塗。傻不愣登一輩子挺好，知道的那麼多幹嘛？那麼清醒不會讓你更快樂，它會讓你痛苦，它會讓你什麼都不敢幹，什麼都不敢說。因為你知道你說的所有東西一開口就是二元對立。什麼叫二元對立？就是你已經有立場了，你看似沒有立場，但是你的語言夾雜着立場。這個立場就是你大腦裡固執的那個自己，那個自我，那個曾經影響你的東西。然後我們就聊遠了。有一個客戶在幾年前找到我，他是北京的一個老闆，生意做得挺大。找到我以後，然後就請牌嘛，他就拿了現金，他拿了一書包現金，帶着一個秘書，就是一個女的，然後俩人來背着一個包。我看其貌不揚，但是言談舉止就像一個富二代似的啊，就是富二代，家裡有錢啊，確實是。但是呢，我也沒多想，我就說你想請什麼？他說我如何，我們談了談，聊了聊。他說你說的我都对，我都認可。然後呢，今天所以呢，我想從您這兒請一個，我給他一尊珍寶2，非常漂亮的巧克力，非常漂亮，包的還是厚金。給他以後2萬多塊錢，因为那會兒嘛就是很貴嘛，現在好像品相好的也得這個價格。因為他其實比我小，但是他老叫我老弟，可能就是我就是長得顯小的人，就是嘴上沒毛，辦事不牢，
就是有這麼一個俏皮話，就說我們這种人不靠譜，所以從小就是特別備受煎熬，因為太显小，所以得不到信任，誰都不信你，很苦恼。他說我其實背了一包，我這個書包裡給您看看，打開就類似於 MCM 那种大的包啊，但是個布包，運動的。他說這裡邊是錢，他說我今天就是想拿這一包錢從你這兒請一個牌，但是沒想到您給我推薦這麼一個。他這句話你看啊，人有时候思想就是特別不好，你會瞎研究。我當時腦子裡一轉，首先我想了2點，第一點他可能誇我比較實在，第二點他可能說我瞧不起他，沒給他推薦貴的，但不是那樣。他說不管怎麼樣，這個我都會好好珍惜，好好的保存。我说好。然後此外我們一直還在交流，他就对这個特感興趣，然後我就跟他聊嘛，聊。後來這位咱們就稱為大哥吧，其實他比我小，他走火入魔了。怎麼走火入魔？不是佛牌給他帶來什麼心智上的影響，而是說他鑽進去了，他開始研究魔啊，研究這個那個。其實研究這些沒有問題，為什麼呢？就是少入坑嘛，就是少上當受騙嘛。你請到一個東西，你最起碼自己要了解它是什麼東西。但是我那會兒我也在研究，包括大家看我之前的視頻也是那樣。但是這些東西大家不想，這不都是後人分的嗎？為了給價格產生一個369，就是階級嘛。你帶什麼魔，我帶什麼，我比你高一等，我比你有錢，我比你如何，我的地位如何。那你說早年間的師傅，比如說某個師傅做出一個牌，它就是模具自然的生鏽了而已，對吧？生鏽那個年代那個工藝，它就是生鏽了而已，它不是說做出來以後就是這樣的啊。師傅給你雕出來一個，你看啊，這貴，這個我就雕了10尊，怎麼可能？那樣的師傅也不可取啊，那樣的師傅我們也不要去崇拜了。然後那個老板他收藏了很多很多，他告訴我近千萬人民幣，近千萬，也就是按照當时的匯率吧，5000多萬泰銖。但是這裡邊有多少來路不明的咱們不知道，我沒問，沒過問。他還收藏了很多其他的東西，什麼畫，各種各樣的，知道疫情經濟不言而喻，你知我知，就是現在這個樣子。然後很苦惱，並且我相信他了解了很多專業知識，他甚至可以成為佛牌大神了。因為這個東西現在有 GPT， 或者是你要喜歡專業一點的用 Cloud 啊，其他的一些 AI， 你都可以成為大神。就是你念稿嘛，買一個提詞器往那兒一放，啪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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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後包裝像一點，你外界認為你就是大神，就是這樣，這世界就是這樣的視覺動物。然後挺苦惱，問我怎麼辦，我說沒辦法，你為那些故事所吸引，就是人為的一些東西所吸引，那你自己就要承擔相應的後果。所以一般還是想在這兒告訴大家，不要看着別人的手裡東西好，你自己手裡東西的，不管是20泰銖還是100泰銖、500泰銖、1000泰銖，你自己去請的，你去廟裡，哪怕你是法物流通處，就是廟裡櫃台請了一個最不起眼的那麼一個，甚至說你捐20泰銖的香火，你就能隨便抓一把的那種。当然你不要抓一把，你抓一個啊，你請一尊，那就是好的東西，真的。当然這裡邊也是有機制的。今天想跟大家就是分享給大家一個小方法，這個方法呢是我自己雜學，我是雜學，我什麼都學。你看大家，我之前出過家，當過和尚，雖然時間沒有多長嘛，就是體驗，因為我有家，我也不可能出家，我放下我這些責任，我去當一個什麼，雖然我內心想，但是不能這麼做，因為你這麼做，你會給，就是當你做這個選擇以後，你會給很多人造成痛苦，那你這個選擇就是不對的。然後還拜過全真的道士啊，道長為師，拜的我還是俗家弟子，就是皈依弟子，全真龙门金山崂山派第23代弟子趙敬玄，挺好玩的这麼一個體驗嘛。然後恰巧我是北京人，然後我爺爺是山東人，因為那會兒
他也是当官嘛，那會兒就是指派的来到北京，来到北京当了一個代表，於是我們一家子就來到北京了。這也是命運的一個玩笑吧，因為當天晚上我爺爺和我奶奶就要打包行李去甘肃了，都已經打包好了，就是都裝好了，就等火車呢。來一電話說周任命你如何如何，火速來到北京。命運改變了，當然也沒什麼不好。從現在來看，從我現在這個視角來看，没有什麼，就是瞎扯淡，就是人们跑馬圈地畫出來三六九等，然後讓你互相的又說遠了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這個方法，就是我自己不是獨創吧，就是我融合了很多思想。這個思想機制就不跟大家講了，講了以後太費勁，而且時長也太長了，就是具體教大家怎麼去做。當然如果你有興趣，你說我就想了解它是什麼機制，你教我这個方法，這個第一步它是什麼，第二步它是什麼，您可以留言，一般都會在留言區裡為您做出一些您想要的回答，並且是真實的回答。首先我們請到一尊牌，你手裡有什麼牌？拿到的，拿在手裡，拿在手裡以後，先去看什麼呢？看它的樣子。什麼樣子呢？就是佛牌的樣子嘛，就是一塊泥土的樣子，或者是金屬的樣子。看到什麼程度，閉上眼以後也能出現它的樣子。這個時候放下，打開 GPT， 打開 Cloud， 去讓它幫你幹一件事兒，扒出這個師傅的生平，用泰語、用英語這兩種語言，記住啊，只用這兩種語言，泰語和英語。就是說我們可以用中文啊，繁體字、簡體字都可以，但是你要命令 AI 去用泰語和中文給你把它的生平扒下來。扒下來以後，這個時候不要相信，不管他回答了什麼，你後邊要加一句，你說你告訴我的有紕漏，完全不嚴謹啊，如何如何，你就 PUA 他。你說我要完整無誤的精準的記載，這些文獻可以追溯的，每一句話都有證據，而不是胡說八道。那你這麼着告訴 AI， 他呢就開始，然後你再反復幾輪，直到他開始反駁你了。他說這就是我找不出來了。他說這就是，那麼好，我們認定這個就是一些屬於我們的扒出來的一些權威的一些事實吧，只能說是事實。因為這師傅已經死了，而且人的記憶都是錯亂的，就即便這師傅自己活着，他可能也不記得自己當時做了什麼事兒，說了什麼話，他的童年怎麼樣，也不可能記得太清嘛。但是我們姑且就拿這個當成一個锚點，了解這個師傅的生平。去看，我覺得就是打印出來，因为屏幕這個東西，它會讓你有一種慣性思維，它還是一種娛樂性的思維，用一些宋體或者是繁體的一些東西，嚴謹的排版打印下來，給自己這麼一個就是嚴肅性。打印下來以後，好好的去看這個師傅的生平。這個時候看一定是大家就像看電影一樣，看自己喜歡的東西一樣，不要看了這個想着別的，不要去想，完全把它看完。看完以後用幾句話總結出來，然後放下。這個放下不單單指的是放下這張紙，而是放下這個師傅如何如何，不要去想了，停，不去想了。那麼這個時候再次拿起這尊聖物，看着他。這個師傅為什麼當年要加持他？加持他的目的是什麼？這個師傅的性格到底是什麼？如果他活着，我們見了面，他會告訴我一些什麼東西？就是這個東西是基於我們了解師傅的生平，然後再放下，就是
我們模擬完對話以後再放下，再去觀想。如果我就是这個師父，如果你就是這個師父，他的思想、他的意識，或者說靈魂，注入到了你現在的這個身體裡，你成為他了，或者說他成為你了，他會怎樣去過你當下的生活？他會說什麼？他會做什麼？這是一個非常基礎的，也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一個小觀想法，它融合了很多的學派。但是如果你把這一套跑通了，因为我们每個人慧根都不一樣，叫什麼慧根啊？不是說你有沒有智慧啊，而是說我們每個人的點都不一樣。有的人喜歡那種點，有的人喜歡這種點。100有很多方法，總有一個方法適合你。我會慢慢的去分享給所有的喜歡熱愛佛牌的朋友，而不是拿它當成一個工具、一個武器去傷害別人，這麼一個指向性的東西。其實有的時候解釋來解釋去都解釋不清楚內心的那種感受。喜歡就是喜歡，熱愛就是熱愛。就像我決定回歸一樣，我看着別人戴，我內心我就是想過去拿起來看，然後想跟他交流，想跟他完全沒有任何身份的不管你是誰，不管我是誰，我們就是單純的熱愛，就是那種，你知道嗎？說這話的時候我手在出汗，這就是一種無法言說的一種感受，用任何言語都無法描述它。就像我們對待自己的妻子、孩子、父母，就是你愛的人，你真正愛的人，就是這樣。你無法用言語去表達你的愛，但是你會願意付出一切去證明你的愛，不是為了讓他誇獎你，而是為了你要證明你的選擇、你的熱愛是對的。這個對指的是自己內心所深深認同的東西，你要去一步一步的反覆的去驗證。今天就跟大家聊這麼多，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